等一下，他在他可有甲。OK， 好，我们开始了。好。好。那我看哪里啊？原则上就是没关系，看这边就可以了，或这边也可以。好 ，OK。OK， 好，那我想我们就开始要进行我们的直播咯。对，那不晓得有没有就是有听到声音吗？好，如果说这边声音 OK 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开始。对，那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对，今天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出去玩啊。对，上个礼拜出去玩了一下，那我们去了韩国玩。对，那我们就是在想说，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是什么？聊点什么？那我们今天其实主要会来聊聊说，那出去玩之后，对，好像心情没有比较好，心情没有比较好这件事情。对，那我应该先来做一个这个标题一下。对，那我们要不要先跟我们就讲一下说，我们上礼拜当中我们去我们应该先做个开场介绍这样子。对，好，大家好，我是17老师。大家好，我是文文女王。对，那我们是我太太生病了。对，好，那上礼拜我们出去玩，好，那我要不要就是玩完之后，那心情之后出去玩真的会对忧郁症这件事情当中这个真的比较好吗？对，今天我们要来聊这个话题啦。对，那我们想要先讲一下，那我们先跟我们讲一下上礼拜我们大概去哪里做了什么这样子。就是我们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之前的行程。我们上礼拜是这样子，我们上礼拜是先去坐邮轮3天，然后呢就接着是应我妈妈的要求，然后她说去3天出去玩觉得太少了，然后一年工作那么多天，然后走出去玩3天很少，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又就是就是我们就是下邮轮之后，我们就隔天又冲去飞韩国这样子。对，那所以这是我们的行程，但是在行程的途中有发生一些事情这样子，那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我觉得因为有一些状况，然后呢要怎么赶快调回来这个心情这样子。对。我们有出去玩之后回来，然后心情反而不好的情况吗？你是指现在吗？就是都可以，最近也可以，以前也可以，就是有没有过类似这种状况？出去玩回来反而心情更差了。其实有就是有一次在那个上次跟我伯伯出去玩的时候呢，就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阵子就心情有点不好了这样子。那是因为就是出去玩太开心了，所以呢就导致回来的时候好像有点就是觉得说怎么心情落差那么大这样。这样子哦。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会让你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一点比较好看。我很在意自己的那你就做侧一点这样子，做侧一点。什么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会让你觉得那出去玩之后反而心理状态当中反而变得比较好？为什么回来之后变得比较不好？因为出去玩很开心啊，然后回到家就开始又要做一些家里该做的事情这样子，例如说又是煮饭啊，然后就是你知道就煮饭喂饭啊什么的这样子。但是在外面呢，就是你可以不用煮饭，然后也可以就是很开心的吃，然后就吃喜欢的这样子，然后可以大口尝，就是可以就是可以不用那么节制啦，不用那么节制。对，就是我想要出去玩就是放松嘛。所以呢就是可能例如说我喜欢吃的东西，
当然就是正餐就不算，但是我们可以吃一些零食啊，小零食啊，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在家是不太能吃，就只有出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放松一下。出去的时候比较可以放松，对，没错。OK， 所以是在外面放松，然后回来的时候有点落差蛮大，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心情没有那么好。对啊。那这边没有留言因为我们没有要观众留言对啊。对，就是说观众如果说今天有一些问题，尤其是我们讲一下，就是因为目前有14个人有领取我们的情绪笔记这个模板的部分。对，那如果说你有用了这个模板觉得不错，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那边发问，或者是对于今天的主题出去玩 ，Hello 姑姑嗨，晚安。对，那如果说出去玩，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出去玩回来变得更忧郁的。对，你有一些类似的这个问题，这样你也可以在上面留言，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也许就是可以更多的来分享这个区块。对，那刚刚我们有提到了，就是说，出去玩很放松很开心，但是回来的时候却落差太大。那就反而状况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好，就回来说更低落了。对，因为有一半是因为出去玩很耗体力啊。要不要多说一点，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要走就是可能耗体力，因为我们是自由行，所以呢我们会很耗体力。然后呢再来就是因为因为其实我本身不是说我不爱运动，只是因为生病的关系，所以体力上其实真的就是有差距蛮大的。对，然后所以变成说我其实第一个就是身体不很累，回来身体很累，然后呢又要开始想要做，又要开始工作，然后又要开始煮饭等等之类的，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这样。所以其实回来有连续休息了大概快3天吧，几乎都没做事这样子，就是赖在床上，不然就赖在沙发上。OK， 对，所以说其实出去玩这件事情，我们是希望你可以休息啦，休息，但是回来之后反而好像有时候玩一玩也比较累。玩也耗体力，对，所以我们就有观众就有问虽然我不会念这个日文啊，对，有观众问说，那怎样才是真正有效的休息？对，你要不要跟我们不管心理，对，什么样的对你来说，什么样的休息才是真正有效的休息？其实我觉得远离山西电子这类的，真的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然后你放空一下这样子。怎么说？怎么说？因为3C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利用可能手机在回复老板的讯息啊，或者是在回复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事物这样子。所以第一个我真的会想要撇掉就是手机这个部分。那第二个是，我觉得是你有什么兴趣你就去做。像我真的很想要发呆的时候，我就会看电视，然后是无脑的，例如说三立很无脑的电视这样子，就是在播晚播嘛，对不对？愿望这样子，对，那就是看就是看一些比较没办法，就是你看一下，就是没有办法的那个，不用动头脑的这样子，不动头脑，对。就是说，其实对你来说，真正的休息就是不要动太多头脑。对，不要用头脑。其实像有一些人，他出去玩就是要跑很多行程，还要安排很多的这个。有这个好像蛮累的，对不对？对你来说，这个可能就不那么适合了。对，没有错。但是偶尔去看看风景，其实相对性。你会觉得真的也是蛮不错的啦，偶尔去看看风景啊。只是说当你在被逼着要去执行这些行程的时候，就压力就很大了。
例如说是跟我婆婆一起出去那一次吗？你要小心哦，我妈她有看哦，她有看这个节目哦。不会，那一次是跟我婆婆还有小舅还有二阿姨都玩得很开心，但因为他们很顾及我的身体，因为我不是跑山行程，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叫我放松这样，所以我就是带他们到景点之后我就发呆。然后他们就疯狂拍照这样子，对，然后当然也有享受到就是风景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其实放空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可能是重要，不对，他今天可能出去玩放空，在家放空。对，那或者像我们其实会选择会去坐邮轮，就是因为我们在邮轮上就不可以用手机了，对，没有网络，对，完全就放空。那邮轮上是有网络，但是我们就选择不用，完全不用。所以那我们就是让自己完全的放空，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休息方式啊。对，那有没有真正有效的休息？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看人的。对，像对我来说，最好的休息就是打球。你喜欢的是打球，我喜欢，对，我就喜欢做这件事情。对，那你让我发呆，我反而很讨厌。我反而很讨厌。我很爱发呆。对，这个这是差别。所以有人说，对他来说，工作是休息，休息是工作。所以出去玩对有一些人来说他是工作，当在工作的时候对他来说就是休息。所以你还是得去回归到你自己适合的一个你喜欢的。对，你比较适合的一种休息的方式是什么？对，那有的人他可能希望静一点，有的人希望用动态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有点差别的。那像云池这边有问说，那如果说让你去期待下一次的旅程，这样子会不会让你比较不忧郁？期待下一次的旅程比较不忧郁吗？其实会啦，就是你会期待，但是因为我要做功课，所以我觉得会蛮累的，这样子又要动头脑，但是会期待下一次的旅行是没有错，还是会开心啦，就是因为其实做功课虽然很累啊，因为我们都是自由行，所以做功课其实很累。可是你看到那些景点或者是什么，你在做功课就开始好像有进入出去玩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就会觉得还蛮开心的。如果说找景点是没有问题，可是找订机票啊，还是还是要订饭店那个是比较辛苦一点。那如果找景点的话，我是觉得很开心，尤其是找好吃的啊。对，就是说其实做功课这件事情可能还好，不会造成你这么大的压力。对，真的没有。但我记得我们之前有因为你做功课我都没做，然后你就发火。可是我现在已经知道你不会做功课。要不要讲一下那次的经验？什么时候？就是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刚结婚要度蜜月的时候，对，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刚结婚也不熟嘛，就是说也彼此对自己的认识也没有那么多。那安排度蜜月的行程这件事情，那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不太会规划行程的。那我人说他很会规划，我说好，那就你去规划。我没有说我很会规划，我是说你工作比较忙，那我来规划。对，那就让他规划。结果就是我后来全部都丢给他，我完全不动，然后他就是弄了很多的行程。那我们吵架的原因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弄得差不多，然后我去听人家说，听说那里比较好。我跟他讲哪里比较好这样子，他就是应该就是这样说。我们本来是想要去拉斯维加斯，是拉斯维加斯吗？对，拉斯维加斯度蜜月，就是赌城那里，然后又临近洛杉矶这样，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是这两个地方可以游玩这样子，然后就没想到他就去告诉他的同事，然后就分享啊，说我们要去拉斯维加斯，然后就大家就说什么那里又不好玩，蜜月就是要2个人啊，像去马尔地夫啊，然后远离那个喧嚣啊，然后去买东西在家煮啊，在自己的套房就是小房属于私密空间这样子煮饭啊，这样什么，然后回来之后他就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很不开心说，以后我已经嫁给你了，我以后都会帮你煮饭，那为什么我度蜜月的时候还要再煮饭？为什么这样子？好，然后就之后呢，就是所以他就说好，那不然我再问问看什么的，然后下一次呢又回来就说，我同事说那里很空旷，其实交通很不方便什么的。那我就说，因为我们已经要准备就是要出去旅行，尤其是欧美国家，本来就是一个很
本来就是一个很不需要就很需要交通工具的地方，这样子，那哪里不空旷？你只要到陌生国家，你都要搭公车啊，你要搭捷运啊。所以呢，最后我们就不去拉斯维加斯，我就直接去我们想要吃什么的国家，这样子，我们就找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然后也可以吃得很开心的国家，这样子。对。然后最后我们就选择韩国，对，就这样子。是这样子。那现在这一段的重点就是，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做功课，我只是去听人家说，你是怎样，回来就跟他反映，然后他就大爆炸，就说，我都已经做了这么多功课了，你这样人家一讲，你就要我全改，对，那后来就很有情绪。对，没有错。对，也就是说，这个就是其实在刚开始婚姻的过程当中，有些磨合啦。对，那但是你就可以发现，其实两个个性就很不一样的。那云池这边有提到说，去日本就不用做功课了，都在附近。对，我们第一次去蜜月之后去韩国，然后后来就几乎每年都去韩国。对，原因就是因为不想再做功课了，而且都住同一间饭店，然后去的景点都同一个地方。对，就是纯粹只是为了出国休息放松。而且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首尔塔。我们在首尔我去首尔7、8次了吧？差不多有了。对，但是没有去过首尔塔。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在附近，然后就是走逛逛，就在就饭店附近。所以我们很多人就问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去韩国？我就想说，因为不用做功课。对，这样最主要就是这个啦。那其实对我们来说，那就是一种休息跟放松的方式。对，像有的人他就喜欢去日本。对，那有的人他就是去不同的地方。对，有没有新鲜感这件事情，我觉得只要离开台湾就有新鲜感，还蛮不错。就是在一个没有认识我们的国家，我觉得就很舒服这样。对，但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喜欢的方式，但并不是说什么旅游一定要怎么样，这个就是看大家的情况。那因为今天我也是不想要让他在花太多力气去做太多功课，避免情绪上面又有一些波动。波动的，所以说，那我们就觉得用这种比较适合我们的方式，对，去做这样的一个旅行，这样子。对，所以说，去玩，可能在玩之前做功课这件事情，可能就会引发情绪上的一些状况。那玩的中间可能还好，你有没有在旅游的中间的时候，然后低潮过？没有我每天都处在就是很兴奋的状态，但是一定要睡饱啦，就一定要睡饱这样子。然后真的就是出去买东西啊，吃东西就还算蛮快乐的这样子。然后对，大概就这样。对，没错，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每个人就会有不一样。像我们就有观众就说，为什么礼拜天还要去学校、去工作、去公司？对，那就是因为他会有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重点可能就是放松啦。对，那为了玩，你可以有就是各种不同的形式这样子。对，那现在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进入到一个很灵魂的拷问，就是很多人会问说，很多人会建议啦，你忧郁症啊，你就出去走走就好了，出去玩一玩就会好了。对，你听到这个话你会怎样？这个是要我出自我自愿想要出去，如果不是我自愿想出去的，我是会想要揍人的，就这样子。就是说你也没有要出去玩，但是我逼你出去，或者是我拖着你出去这件事情。真的要看当下的行动力了，心情不代表，就是我的心情不能我的情绪跟我的身体应该说是分开的。对，什么意思？就是可能我其实也很想要出去，可是我做不到。对，但是我的心情让我做不到。做不到是你连起身都做不到吗？对，可能就是我真的就想要待在家，可能我只要一出门我就会发慌这样子。出门就会发慌。对，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出去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周遭的声音都超大声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有点吓一跳这样子，然后我就大哭了。然后我就说我想要回家这样子。对，就是你是说那一次在捷运那一次吗？对，就是那一次其实我们就是在台北捷运，那当下的时候
他就受不了，然后就在捷运的那已经就是我们已经出车厢了，出车厢还没有出站啊，出车厢就在外面这样子。那个时候他就当场大哭。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你刚刚说声音很大，然后你可以多描述一下那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我会觉得，我听到我应该说这样子啊，我觉得就是我如果自己安静下来，我就听到轰轰轰的声音，就是超大声的这样，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哎呦，怎么那么恐怖啊？就是突然一阵会惊慌这样子，然后害怕，然后就很想要赶快抓住什么东西这样子。那还好是齐老师就在旁边，所以我就觉得说还好可以。然后他那时候也就是，我就捂着耳朵这样子，然后但是就一边哭这样子，所以就是之后我们就先跑到一个厕所，就是跑到一个厕所让我先休息一下这样子，对，躲起来一下下，然后赶快补个药。这样子，这是比较之前的事情。对，就是刚刚我有提到说他听到声音很大声，轰隆隆的声音，因为自己突然安静下来，就想说突然怎么旁边的声音超大声这样，然后就非常害怕。这个状况哦，我就想你要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声音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可是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正常的音量。对。那其实有一本书叫做《高敏感特质》，高敏感应该叫什么高敏感特质还是什么之类的。对，就是那一本书里面他就有提到，好像全世界大概有1/4的人他是拥有这样高敏感体质的。对，那这高敏感体质里面对他来说，声音、触觉、味道，他们都会特别的敏锐。对，那同样的音量对他来说就会非常大声，那可能会大到让他们心里是会发慌的状态。对，没有错。对，但是对我们普通来说，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敏锐的情况下，就会造成这个差异。那当时就让我就很害怕。其实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是这样子啊，就是你就很慌嘛，那我们就出站之后，那你是当场大哭就蹲下来了。对，大家都蹲下来，那就是那时候旁边还人来人往。对，我不晓得观众，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你的朋友或你的家人在人来人往的中间然后大哭，那你会怎么办？我不晓得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对，当你的朋友或你的家人那在人来人往中间然后大哭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情绪的时候，就是我的家人应该怎么陪我啦？对，还要怎么处理，怎么陪我？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是我捂着耳朵，然后世奇老师他是就是有点像是帮我，基本上就是有点像是隔开人群这样子，然后就让我赶快跑去厕所里面这样子。那时候一开始还没有马上跑。我没有带着他马上跑，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第一个动作就是会赶快把家人带离现场。对。那我当时其实没有做这件事情，我当时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蹲下来陪他，就是让他哭，那我就蹲着陪他。然后他是这样子 hold 住我。对，就是。但他还没有抱我，我也没有抱他，也没有碰我，就是让我就这样有点 hold 住我那种感觉，避免旁边的人去碰到他。对，那就是大概2-3分钟后，那我就有问他说，那我们要不要就是去厕所或者其他地方？对，那是经过他的同意之后，对，那我们才赶快离开现场这样。所以我这边想要讲的就是很多人在面对到情绪失控，尤其在外面的时候，情绪失控的时候，大家的第一个家人陪伴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带走，或是骂他不要哭了。甚至可能会有责备的状况。对，这个其实是很多的，就是普通人的反应啦，的反应。但是其实这个，我想，如果我当时这样的反应，其实对你来说会更受伤吧？对，我觉得可能我真的会不知道撞到哪里去，因为实在太恐怖了。对，所以说其实不用，大家不要觉得什么丢脸不丢脸问题，其实根本没有人在意你。对，根本没有人在意你啊！而且我觉得台湾真的是蛮友善的。对，现在开始就会有一些人就会来关心啊，或什么之类的。当时其实大家就是走过去经过看一下。对，反正也没有人认识我们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其实跟大家讲一下说，在外面的时候忧郁的时候，
对，其实可以怎么做，而且这种状况不止一次，对不对？好，其实还蛮多次的。对，有一次我们去教会聚会，然后那时候是在一个就是一个聚会的场所啦。对。然后呢，我们已经坐定下来，准备要就是可能需要聊天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准备下来就发现，突然间有一群妈妈，就是开开心心、很大声的这样子，然后就进来我们的聚会场所这样。然后我就一阵害怕，我说怎么那么大声？然后就哭着，然后就跑出去，然后我们就回家，就这样子。对，就先离开了这样子。而且还有，我还记得有一次是比较有趣的，就是那个时候是我们也是要去就是聚会这样子。那教会大部分人已经坐在那边定位，那我们算是比较慢到，就一进去的时候就现场人很多嘛，对，很多，而且我都不认识，对，都不认识，然后我们就很害怕，然后他就是贴在大家面前，然后背对贴着墙壁，就是横着走啦，然后就是不让人家看到我的脸，可是大家都看到我背影。对，他就很像螃蟹这样子，然后贴着墙壁，对，然后我们就让他慢慢的走到楼上去，就是一个小房间里面，对，然后你就看着他贴着墙壁，然后走过去，行为很怪异。对，就是我主要是不想让人家看到我的脸，对，那我也不想要看到别人，所以我就面壁而过这样。对，所以其实他就是这个这样挡住，这样挡住，就不要让别人看到他，他也不看到别人，这样就好。对，有点像那个鸵鸟那种感觉，鸵鸟心态那种感觉。不是啊，就是那个马啊，对，马那种，就是只看前面不看旁边这样子。对。那这我觉得，因为当时大家也很能就接受，我就知道这样子。只是说，就是在外面，有的时候的确是有可能会让忧郁症患者的情绪是不容易掌握，尤其是声音很大啊，那或者是不同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对，出现这个也是让大家来知道一下。那观众问说，不管是不是忧郁症的人，情绪失控都能这样开心吗？意思是什么啊？是关心啊，关心啊，很多都能这样关心。就是说这个人，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忧郁症，然后他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都要这样关心吗？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如果是不认识的，是不是不认识的？但不认识的就尽量不要去触碰太多。对。然后如果是认识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先可以先知道说他的要求是什么，他的需求目前他的需求是什么？对，这样。因为如果他今天是忧郁症，他通常不太会一个人出去。通常不太会吧？对，通常我们都会躲在家。对，大部分是这样子啊。对，就像朋友说，忧郁症就有时候连下床、出门、吃饭的力气都没有。对，这是真的。所以你其实有情绪的时候，你可能连想要出去的状况都不会这样子。但是在家里失控的话是会有啊，那就是你的家人，所以你就要想办法，就是看要怎么去关心他。像我的方法是我比较想要躲起来，然后静静的这样就好，安静，对，就安静就好。对，那只是说今天我们是人在外面，通常在外面就应该是会有人陪伴啦。对，那如果现在是陌生的人情绪失控，像是真的有情绪爆发，那观众们如果说他是负面情绪快要爆发，但周围没有人，他可能还没有到忧郁症的状况，就是说可能快要爆发了，很不舒服了，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去处理当下的情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就是当你的情绪快要爆发的时候，我自己会有感觉，就是我觉得开始有点晕眩不舒服，就是等于说有点压力快来了，或者是快要崩溃的时候，我就会赶快去躲在厕所，就是一个很密闭的空间，这样子比较属于自己的空间，然后在那边就是休息一下这样子。对，我会因为这个我自己有感受到了，然后我就会知道说我赶快去躲起来这样子。就是你觉察到自己的情绪，然后先开始已经有感觉，让自己把自己隔离起来。对，隔离起来这样子。对，那其实你最近
有一次情绪快爆发了，但是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处理，你折纸。哦，对，我觉得这个，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缘由？我很有得讲。应该是这样说好，就是因为我们去坐邮轮，然后在坐邮轮途中呢，就是开始坐邮轮的时候，就是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紧绷这样子，因为其实主要是我弟，因为他其实也很怕，就是他比较属于比较焦虑型的孩子。然后呢，就是有一次我们下船之后，我们就听那个交通的指令说我们要往前走这样子。然后可是我弟呢，他就刚好就是撇过去看到就是有斑马线。他就说他要走斑马线，然后我就这样说往前走，然后我就很大声这样，因为我想要，就因为出去玩我都要 hold 住所有人这样，然后我就反正我当下我就很大声的说，往前走啦。然后我弟就说，就对我，反正我弟就大吼我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情绪就非常不好。然后我弟也吵，就是也哭着说他要回家，然后他就说后续的他去韩国旅行他不想去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有点，我们就开始有点吵架。那不止有点，你们吵很凶。对，吵好了，吵很凶这样子。对，然后呢，之后我们就要上火车，然后要赶到桃园的饭店这样子，因为准备明天要登机这样子。那也都讲好，就说好大家都不回家这样子。然后情绪呢就是有点难缓下来。然后呢，因为我喜欢折纸，因为我会看一些就是手作的书这样子。那折纸的话，刚好就是我的那个袋子刚好有一个那个邮轮的一个介绍的行程这样，然后我就把它抽出来，然后我就说，那我就自己想说，那不然我折纸好了，就折了一些可能我会折的，对，我会折的东西还蛮多的，然后我想得到的我就折这样子。然后就那一张纸呢，就反反复复被我折，然后折到它烂，就是有点烂掉，没办法使用。可是那时候的我，情绪也消下来了，就很快速的，其实也没有，就是那一段就坐车的那一段时间，就很快速的就降下来，然后就情绪上就比较平和这样子。对，你怎么会在当时候想到用折纸这件事情来缓和你的情绪？因为其实要分散注意力，我不能一直在那个当下情绪里面，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生气，我就气所有人，然后包括4小时我也揍了他这样子，对，所以我真的有揍他，所以呢，我就当下我都很生气这样子，所以我就谁我都不想理，所以呢，我就真的想说，那不然就来折纸。那因为刚好我手边有可以让我分散注意力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纸张这样子。那其实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我就想要看手机，因为看手机只会让心情更混乱这样子。因为我通常是有情绪的时候，通常是不会想要有接触任何的一些什么人家的什么好笑的事啊，或者是讲一些什么有的没有的，因为当下的情绪就是头脑就是一直处在那个生气的那个引爆点这样子。对，所以就刚好也会折纸，所以就可是像有的人就是他情绪快要爆发了，可是他控制不住。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然后去就是想到用折纸这件事？因为有人情绪来了就来了，挡也挡不住。你是怎么样去让自己的情绪是能够知道说自己说啊，我不应该继续在这个情绪里面？你怎么样有这个认知的？而且你也生病了，所以你的情绪应该是更脆弱的。可是为什么你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应该是说，
因为我们还是要出去玩嘛，我们还是要出去玩，我们绝对不能就是说，我们就绝对不能说哦，就这样子，然后就不出去玩了。那因为我们钱也花了嘛，该花的都花了，然后其实我们是可以，就是我是可以任性，大不了不出门，对就是大不了我就花了钱，那不去就不要去啊。对，我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任性这样。对对对。可是因为我也是顾虑到就是其他人啊，我觉得说，就是很难得出去玩，然后就不要把事情搞那么僵，所以我就赶快想说要好好恢复，所以就是回到饭店之后呢，我就跟我弟好好的沟通，这样子就真的好好的沟通，然后之后隔天我们就真的就没事了，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快速，在当下的那个时候，其实他透过一个折纸的这个行动，然后来让你能够去转移注意力。因为很多人想说转移注意力，那我就玩手机，但是你手机一直在接受讯息。对，像是你如果说你想到就是说，好吧，那不然我来玩一个游戏，就有卡关的时候，你就会更对，所以我就不想要做任何事情，或者是看脸书啊，然后看到谁讲什么话，你就觉得天哪，真的是好讨人厌那样子，然后就很想要骂他这样子，就情绪很容易被牵动。对对对，在当下的那个时候是很容易被牵动的。对，没有错，所以我就不做这种。所以你改用折纸这个方式，对，然后来让自己这个，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看我们这样10年下来，我很佩服他啦。就是以前的情况可能他在当时在这种情绪来的时候，其实可能是非常脆弱的，他就是一路低落下去的。但是他现在能够像我们上一拜直播有讲到，其实他可以昨天很低潮，那隔天他就恢复，就算他的情绪能够缓下来，那能够恢复到正常，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那像这一次在出去玩这件事情，因为遇到这个吵架的过程，对，那他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当中，那他的情绪恢复。那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们是在车厢里面，我们是坐不同的位置啊，因为人很多，所以就有位置就坐。那其实我离他有点远。那我那时候就在旁边，我就很担心他随时会爆发，就是突然间在车厢这样。对，我就会一直，那我就一直在看着他。因为其实，在车厢要上车厢之前，我已经在大马路上很抓狂啊，对，就是超抓狂的，然后就大声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在车厢里面，然后就有一个女的一直在讲话，又很大声，我想说已经在不爽了，然后那个又那么大声，等一下不知道会不会被我骂？对，我就很担心，所以我就一直从头就看着他。可是我那时候就看到，我就很惊讶，就是他突然这时候就拿一张纸出来，然后就开始折。然后我就哇塞，这个时候居然有办法做折纸这个动作，他一定是对自己的情绪的觉察这件事情，他一定知道自己目前情绪不好了，而且准备要爆发了，所以他用这个方式来缓和自己的情绪，所以我就非常佩服他。所以我那时候后来他谢谢。所以我后来我就有问他，你怎么那时候会想要折纸？对，就是说在外面的时候遇到这种就是用一些转移注意力的方式，但转移注意力需要去找到合适的方式。对，手机可能不好。对，我真的觉得手机不太好。对，但是我觉得在那前面上有个关键，就是他会去觉察自己的情绪。那觉察情绪这件事情是需要练习的，所以上礼拜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情绪笔记。对，情绪笔记。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知道，那个情绪笔记要怎么记录？对，我们的荧幕上面的右上角有这样的一个 QR code， 你可以去扫描它，你就会得到一份档案。那这个档案里面就会反正就是有一个记笔记的过程啊，你可以把你这情绪记录下来，透过这样写笔记，你可以更学会练习去觉察自己的情绪。对，没有错。对，这样这个方式，然后那后面在处理这些情绪当中，就会变得比较有比较缓和，就不会这么容易爆发了。对，你也会进步啦，然后你也可以跟你医生炫耀，我最近很好。你有跟医生炫耀？有，我曾经有跟他说，嘿，吴医生，我最近很好，没有问题，你就照常给我开药吧。然后就跟他讨论说，我最近那么好，那是不是要减药？这样子。好，这个就是
这个是好几次我都会去跟他讨论的，这样子就觉得说，真的已经很好啦，然后有点太嗨啦，这样子，对，可能就会需要吴医生来帮助我，这样子。好，对。有观众问说，忧郁的情绪是突然在脑当中出现，还是外部的刺激让你跑出忧郁的情绪？通常是内部就是但是要看你是在家还是在外面。我们今天的主题在家，在外面啊。在外面。如果在外面的话呢？如果在外面的话，真的还是会受外面的刺激。会因为外面的刺激让你忧郁？会让我觉得，对，就是还是焦虑？忧郁、焦虑都会有，因为其实忧郁大部分也会带着焦虑啦。对，所以就是会比较焦虑一点这样子。所以外部的刺激有可能会影响。对，如果在外面的话，外部刺激是影响蛮大的。那在家里面可能就是自己心情不好。那这两个你觉得哪一种伤害对你来说杀伤力比较大？在外面吧。为什么？因为在外面没有办法，就是赶快就回到饭店啊，因为我们已经出去玩嘛，已经到了目的地，你不可能再回去，然后马上又回去饭店啊。其实也变成说，其实我在外，我现在目前好像想一想，我好像出去玩也没有特别，就是特别情绪有问题。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比较不会情绪。比较对，我记得我好像在外面比较没有情绪。所以这样的一个因为刚刚提到嘛，在外面因为你没地方躲嘛。对，没地方躲，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呢，那可能就不我知道还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听不懂外面的语言。但是在台湾在台湾玩的话嘛。对啊，如果在台湾玩，在台湾玩的话，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就离开自己的县市，然后人家都不认识我们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感觉也会比较放松啦。所以说我可以这样说嘛，可以这样解读啊，就是出去玩可以，但是去到一个让你都不认识你的地方，会让你比较放松。对啊。会让你比较放松。就是说，应该如果说是在家里附近，然后可能常常见面的一些人啊，在这些状况，或者是像我们有时候会去教会，对，那这样反而会让你紧张。因为那个很奇怪哦，就是我情绪来的时候，我想要躲在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这样子。可是如果呢，我在小小的空间里面突然砰，就突然好多人进来，我就会害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如果要去的那个场合，尽量我现在就会评估一下，我说我适不适合去啊，就是是不是一次人突然涌现这件事情？对，OK，或者是在那边人已经很多。我记得有一次我好像在排队，那时候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好像排队要买什么门票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在那边等待。那因为空间其实很大，因为就是在就是一个好像是要购票的地方，我忘记到底是哪，反正就是一个像是车站还是机场那种很大的地方，然后我排队购票。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就自己本来很开心，然后很开心这样子，然后就突然自己冷静下来，就发现旁边的声音都嗡的声音很大声这样子。然后我突然间心情就整个噼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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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恐怖，自己觉得很恐怖这样。可是因为还是要买票嘛，所以我就只好忍耐这样子。对，我就真的忍住，真的有忍住。那因为刚好其实最近的药效是很符合我的，对，所以呢，我很快就可以镇定下来。但是还是很恐怖啦，就事情老师来找我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好恐怖哦，那个声音就轰轰轰轰轰，然后我就觉得。哎呦，真的是还好，我居然还可以买到票，然后排队还买到票，这样，我觉得我自己很不简单。那这样子，听起来啦，我这边就想要做个提问，就是说听起来这样子，因为你在外面
可能他逼着你要去适应环境嘛。对。那这样，而且你在外面似乎也比较能够去学习承受这个压力的情况下，好像对你的病情，有的人我们就会一般就觉得，那阿亮我就常常带你出去，常常的让你在外面走一走，那你是不是就会忧郁这件事情就没了，就不忧郁了？我可以这样子问我，对，我可以这样子挑战你这种事情嘛？对啊，就是去每天都带你去爬山，每天都带你去外面走走这样子。其实是这样啦，吴医生就我的吴医生有讲，他说如果你出去走个1万步，你心情就好。那其实我有发现啊，就是真的走1万步的话，真的心情会比较好。真的就是像我们出去玩，为什么每天心情就很开心？是因为我们都走了1万步了，然后那个多巴胺就出来。那多巴胺出来之后，然后荷尔蒙也出来。那个好的荷尔蒙就是血清素。对，是这样子。对，所以呢，其实回来之后心情会很down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体力真的下降了，很不舒服这样子。然后在休息隔天的时候，我这身体就很不好，因为整天都躺着。然后第3天的时候就会想要去走走或干嘛，然后身体就已经开始恢复，体力也恢复，你就会想要出去走走。所以我们今天就骑脚踏车去 7 吃饭，这样。对，然后就等于是有晒到太阳。对，那我也建议大家就是说，你真的如果心情不好，你虽然不想要出门，但是你真的有一天比较 OK 的时候，你就可能在自己的阳台家，或者是可能外面去找一个地方好好晒一下太阳，5分钟10分钟也好。那真的还蛮舒服的，很帮助我们的情绪。就是说已经至少有一点恢复，有一点力气的时候可以做这件事情。赶快。那都是完全没有，就是非常严，刚开始初期，可能还在治疗的初期，有一阵初期，那个时候很down，那个时候该怎么办？人家又叫你出去走走，那就不要理他。就是你想要待在家就待在家，那个没有关系。所以其实他应该是说，因为你可能会有前期、中期、后期，不同的状态这样子。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要勉强。对，但是前期真的不要勉强人家，就是前期如果勉强会怎么样？前期如果勉强，你自己勉强不来，因为我的身体跟心理是分开，是完全性没办法。然后大脑的回路也是出状况的。所以你不要去挑战那个忧郁症的人，因为通常他们已经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忧郁症大部分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呢，如果你在这样子的话，你就是一直在挑战，说你出去走啦干嘛什么，你小心他可能会伤害自己。这样子就是在前期真的没有办法，不要挑战，真的不要挑战。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就是你会就是说像我们这种一般你的陪伴者当中，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下评估你是可以出去走走的？我们自己会表达啦，所以我最近有比较好。对，有比较好，有比较好，然后你就要顺着他的话说，那你要出去走走嘛。那通常我们可能会说不要。对。你为什么会这样子？真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要带他出去走，他就不要。对，然后就这样子啊。对啊，就这样子而已。然后他就可能一直要求说，你去走，要不要去散步什么之类的。那我也说不要啊。对。那他都不要，那怎么办？那因为我没有想到，因为又出去走对你有好啊。可是就做不到啊，虽然已经好一点了，但是还是做不到，就是没办法踏出那个门。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等你。对，就等你，就是等每一次就是不断的问那样子。不要每次不要不断的问，就是我们有想要有需求，或者应该说我们觉得说自己有比较好的，其实就是忧郁症患者其实要自己就察觉自己的状况。你真的觉得你自己比较好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你的家人这样子。对，当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接受到这个讯息了。对，那这时候就可以邀请他，那要不要出去走走？对，不要就算了。对，
那如果他说 OK，那就可以去走走，可以走一下，就是勉强这样子。如果说这样，或者是他有喜欢什么东西，例如说我喜欢吃，那事情老师就说，我带你去吃什么什么好不好？对对对。那我就说哦好啊，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可以走一小段路这样子，对。然后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就是出去玩之后回来状况又差了，对，或者是好像比想象中更差，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就休息啊，要休息，就只能休息。那如果是真的很差到你自己都没办法就是控制，我就差到我自己没办法控制，我就是赶快去看医生，就是真的没有就是没有别的办法，就是看医生我就是最有效，因为你认识的医生他带给你很多信任感，然后他又觉得他就是又专业，所以你会很依赖医生这样。我大部分去看诊的时候，就是前期的时候，大部分去看诊的时候，我就是都是哭着出来，然后就一个红的眼眶，然后哭着出来这样子。然后有一次吴医生就问我说：“为什么你每次来这边都会大哭？”对。我就跟他说我来这边好放松，然后就想要哭一场这样子，然后就可以把一些情绪宣泄，然后就是跟吴医生好好聊一聊这样。但是他不是咨商师，所以他没有办法聊很久，因为他后面还有很多病人，对，所以我们也会体谅一下，但是就是也会好好的把事情给理清楚，然后如何用药这样子。对，就是刚好就是聊到这边也跟大家讲，就是说，因为我们我就是一个陪伴者的角度来看啊，这样就是当患者这个状况来的时候，就是他如果有比较好，当他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接这个球，就是那有比较好，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做什么？OK 就做，不 OK 我们也不要勉强，没关系。那当回来的时候发现，比如说做完了我们一起去外面做了一些活动之后，那我对患者的状况又不好了。其实陪伴者不要太紧张，就是你就想象那是个正常的，就是你要知道那是个正常的状况，就是说，那他情绪有可能会起起伏伏。那出去玩之后变得比较不好，第一个不是你的问题，那再来说，你也不用特别安排说，那一定每次都要带他出去玩。就说那在这个状况，我们就是顺着他的情绪，顺着毛去摸，那因为我们是家人是陪伴者，所以我们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在旁边互动，或者是了解他的病情啦。对，我觉得是了解病情也很重要，就是说你自己觉察看看说，就是像你可能就会帮我觉察说，我觉得你最近有进步哦，好像情绪上好像大家可以控管好这样。对，我会给他很正面的回馈，就是说而且是真实的真实就是因为我真的有变好啊。对啊，但是你有好我要讲出来。对，我就说可是我会讲给他，就是也会讲给你听啊。就是说患者要讲，我们也要讲陪伴者也要讲，这两个的身份，然后就是互相的去把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想法好好的表达出来。主要是还是要把这个病啊，就是也等于像是第三方的感觉，就是把它就是真的就是要跟他共存这样子，就是它虽然是一个不知道，就是一个隐形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你还是要去了解这个状况这样子。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说，忧郁症怎么样才会好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问这个问题又问错了。就像你今天会感冒，你下一次你还会感冒嘛，一样的意思。所以说只是说当然他们身上有这个状况，对，他会起起伏，我现在好一些了，那下一拜可能好很多，之后就好了。但你说未来的某一天他会不会又突然情绪低落，那是有可能的。每个人都会有情绪的好跟不好的时候，所以不需要因为忧郁症就把那个标签贴得很大。哇，他现在这样子很失控很状况，不需要，因为人都会失控，人都会哭，人都会有情绪各种情绪啊。对，他跟忧郁症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要因为忧郁症把它放太大，因为当你把这个病情放大的时候，对忧郁症患者来说，那他也会觉得自己被贴标签，没有价值。对，然后也会就是其实也会有点自我怜悯那种感觉，说对我就是忧郁症，你怎么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不要，就是像有时候我们只要有做一些激动的事情，然后呢就会引来特别的关注的时候，
那这种感觉其实会有点，其实会有人会有一点上瘾。我自己觉得，所以呢，就是冷处理之后，反而就是比较可以试，比较简单讲就是说，我们更直接一点讲啦，因为当你在伤害自己的时候，旁边的人关心你，对这件事情是有可能会让你上瘾的。对，对吼，就是说，因为我们可能平常漠不关心，大家都忙碌，但是因为你有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去关心你，所以反而会加强你。好，那我下次可以再做这件事情。对，这个是他的心态。在这个我们并不是说每个都这样，但是我们的确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心态过。对，因为他也曾经这样跟我讲过。对，那身为陪伴者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冷处理他的负面情绪，但是要正面的、夸大的去积极的去夸奖他的正面表现。就当他这种状态好的时候，大力的夸赞他。对，那当他的情绪来的时候，甚至有伤害自己的举动的时候，只要不危及生命，能够冷处理就尽量冷处理。那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因为曾经我们也有过伤害自己，拿碎玻璃割自己的时候。对，那我记得那一次他割得很深，很深。那真的超深的哦。对，因为那个玻璃很大块这样子。不是那个是对，那个是碗啦。对，就碗这样。对，那这是他割很深。那个时候我就看着他那反正因为我知道要冷处理这件事情，可是他血一直在流，那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是帮他清洗伤口，包扎伤口。那冷冷的跟他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对，就是很轻描淡写的去描述，就是慰问他，然后帮他处理他的伤口。可是我的心里面其实是超担心的，就想说，因为其实那一次的伤口是整个是绽开来的，它是要缝的那种，对，是已经要缝就绽开来。那刚好我们对面的邻居他是那个护理师，所以他又赶快来帮我止血。本来是想说止血应该会，可是止血还是来不及。所以那一天有去挂急诊，然后缝了就是有缝好几针，没错，真的缝了好几针这样。对，但是在当时因为大家觉得哇，那这个就要很关心，可是大家知道我的反应，可是我其实也当下我有点吓一跳，说哎呦，怎么那么大个这样子？其实我当下真的也有点吓一跳，所以我当下心情就是已经不是在于我低落的，对，真的当下是我想，哎呦，怎么那么大，我会不会死掉？就是这样子。对，你看当他这样子，可是我的反应怎么？我那时候我还是稳稳的跟他说那就帮他仔细的压伤口，然后清洗伤口。然后就问他怎么了，但是其实我心里面其实超慌的，我想说这么大伤口，这样怎么弄这样子应该赶快送急诊。其实我心里面很多的剧场，可是我外面我要稳下来，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当中反应不要太大，太大起来，那它会比较好一点。那当我的情绪稳下来的时候，我的情绪也稳了。这时候稳，那时候稳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说：“哎呀，这么大！”对，那这时候我们再来处理伤口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挂急诊，就是说后面就慢慢的弄啊，慢慢弄这样，就是说这边跟大家讲，不是说你的顺序应该怎么做，只是说你要在面对到忧郁症患者，当他负面情绪出来的时候，其实不要为负面情绪去加分，就是不要太多，一直去就问他说：“你还好吗？你怎么了？今天怎么又这样？什么之类的？”我跟你说，真的不要，就是冷冷的就好了。就是当做就是真的就是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对，就是只是生活中一部分，所以其实那个病也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对，所以就是可以不用理。其实你应该说不是说不用理这个病，而是说当这个病出现的时候，忧郁症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是处理，对，就冷处理，就是对。那但是如果说当忧郁症患者表现好的时候，他今天情绪的状况很好，然后或者是他今天这个情绪控制的时候很到位，马上就要给予鼓励。就说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很棒。我是真的这样做，就我觉得你怎么会这么快就把情绪处理好了？我会用很好奇的眼光，然后去问他，你这是怎么做的？而且我是真心想知道，那我们就会告诉我他当时的心路历程。那这些状况不断的复制，
重复的时候，其实对于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控管上面也会越来越好，对不对？对，就是我会知道哦，原来这个时候的我是好的，所以我就会写下笔记，然后就告诉自己说，折纸对自己有帮助，或者是你就是一些不一定，因为有些人不是说一定都是手作嘛，手作型的，就有些人开始是觉得说，他看书他就很放松或者什么，所以你就要赶快就拿一些你属于你自己，然后可以分散的这种东西这样子，然后来帮助自己情绪变比较缓和这样。没错。所以说如果说今天你想要去学习去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件事情，写笔记真的蛮不错的。那大家其实可以到我们的荧幕上方去扫这个 QR code， 那领取这个情绪笔记，对，练习把自己的情绪的状态记录下来，好的不好的，那怎么样变好，怎么样不好，记录下来，那重新的回顾，其实对于你的这个情绪的控制上面，也许下一次忧郁来的时候就没这么可怕了。对不对？是你觉得比较不可怕吗？但是因为你越来越好，我就觉得不怕啦。对啊，所以就是你比较不怕啊。我是没感觉啊，我觉得来就来。但以前来了，其实会很慌张啊。对，没有错。我那时候会很紧张，说怎么我又来了，我怎么又忧郁了这样子？但其实都是天气搞的。对。就天气不好就容易这样子，对，就是进入秋天啊，对，9月份的时候比较容易。再来要9月了呢，就是会比较就是阴郁嘛，还是什么，我就会觉得，那怎么又这样这样子？对，大概就这样。那其他的话，我是觉得还好。那也就是说，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就是之前会觉得很恐怖，但是现在没那么恐怖了，感觉上面。至少会好一些了。但是有时候我现在因为我自己有体力嘛，所以呢，我有时候现在还是会想到，就是算了，就走了啦，就上天堂好了啦，这样子。对，随时都会有这个，还是会有啦。对啊，这个我觉得不要因为都讲，当忧郁症患者说今天想不开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不要放大。这样这样子哦，就是这样就好，冷的就好了。对，可是当他有正面积极的想法的时候，真的吗？发生什么事情了？对，所以陪伴者要聪明一点点，好不好？不要去肯定负面的事情，你要开始去加强这一些他的表现好的地方，对，增强对的地方啦。对，这样对彼此都好。对，像因为就前2天我们才刚回来嘛。然后呢，我们的工作就是因为出去玩，有时候工作没有就没有想说没有处理好，然后呢就想说回来说要处理这样子，然后4小时就问我说，你有需要就是你要不要把这个工作做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不要，然后他就顺着我真的不要，然后就让我赖在沙发一整天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是看一整天的电视，然后就觉得心情有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对。所以今天就把这些技巧分享给大家。出去玩可能出去玩真的对于忧郁症患者来说一定是好的，但他需要有前期、中期、后期的评估，不要勉强。不要勉强。那出去玩的过程，那回来说做不断的一些记录，对，那陪伴者当中就是顺着他的情绪，当下的情绪做一些不同的回应，那把他的球接住，那接着就是去肯定正面的事情，忽略负面的情绪。对，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边。对，我们就要的确陪伴者是需要照顾的。对，多照顾一下陪伴。对，陪伴者其实是也很辛苦啦。对，就是像我们忧郁症患者啊，因为假如说我的情绪也比较好一点，我也会跟他说，谢谢你陪伴我，真的是辛苦了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我真的也很想要，就是很心情很累的时候，就是
需要找人拥抱的时候，我也是会抱4小时。你也只能抱我啊，你不能去抱别人啊，对不对？对，就是这样子，就是会抱4小时这样子，那心情我会比较好，就是好像有被保护的感觉。所以真的，如果你的病情有比较好的话，你也可以好好感谢一下你的陪伴者。对，然后我跟你讲，陪伴者啊，不要勉强去抱他。就是当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你说啊，我抱抱你，不要做这种事情，因为他不一定要被抱。对，就是肌肤不是肌肤接触不好，而是说，真的不想要被人被碰啊。对，就不想要被打扰，不是说被碰啊，就是被打扰这样子。对，所以要问，反正就是嘴巴长在嘴巴上。你需要被抱抱吗？这样，然后说不要。对，然后你就这样。太好了，你就可以太好，我就可以做别的事情。或者是你问他说，你需要有人在陪在你旁边吗？然后他说不要的时候，太好了，你就去做你的事情，好吧？好，比如说陪伴者，不要把忧郁的情绪都压在身上，因为这件事你受不了了。对，你就问他需不需要，他说要你就做，不要你就做自己的事情。就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子我们的关系才能够平衡，才可以长久，手臂才会健康那样子。对。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到这边了，不晓得观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写在留言区。那我们之后当中会再整理一下，也许之后的这个节目当下我们希望下个礼拜3还可以再有直播这样子，那跟大家再聊一聊这个有关忧郁的陪伴的这些过程跟技巧。OK， 好，那我们今天就直播到这边哦，拜拜，谢谢大家。拜拜。